第一课，清晰的沟通。我同意，让我们明确一点，并包括具体的日期，以便更加清楚。当然，它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是的，明确的时间表可以避免误解。没错，这样也更容易追踪进度。我们是否应该为项目的每个阶段设定截止日期？这真是明智之举，它让我们更加负责，更加专注。让我们一起起草一个时间表，并在下周提交。听起来不错，我会确保包含所有必要的细节。我相信这将大大改善我们的工作流程。第二课，领导哲学。在别人和你说话之前，先和他们交谈是很重要的。我完全同意，这为沟通奠定了积极的基调。沃尔顿还认为，供应商提供的优惠应该传递给客户。这真是个好哲学，它能建立信任和忠诚。当然，商业行为的透明度至关重要。这为双方创造了双赢的局面。您认为我们如何在工作中实现这一点？我们首先要确保每个人在会议上都感到自己被倾听。好主意，鼓励开放的对话能营造更好的团队环境。第三课，一厢情愿。如果我有这些愿望，我就不会想浪费它们。我懂你的意思，愿望很珍贵，应该好好利用。没错，我不认为我会为了这个而花几百万美元。我也是，更重要的是享受生活和经历。是的，如果我可以许愿的话，我可能会希望身体健康、幸福快乐。这真是美好的愿望，这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。我同意，物质的东西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快乐。让我们专注于创造有意义的回忆吧。听起来太棒了，体验才是真正丰富我们人生的东西。第四课，厨房创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晚餐或圣代冰淇淋可以从机器中自动弹出，那太棒了，超级方便。对吧？而且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厨房时间。当然，而且有个机器人助手在身边也挺有意思的。我绝对可以使用机器人来帮我打扫房子。我也是，打扫卫生可真是一件苦差事。如果技术能够处理这些平凡的任务就好了。没错，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享受生活。让我们大胆梦想，并希望未来的创新能够实现它。第五课，领导力的灵活性。总之，灵活的领导方式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是关键。是的，它使领导者能够有效地应对挑战。
没错，僵化的做法很容易错失良机。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培养团队的灵活性？我们可以鼓励开放的讨论和头脑风暴会议。好主意，这能培养创造力和创新精神。是的，而且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贡献自己的想法。我很高兴能够实施这些策略来打造一支更具活力的团队。第6课，结识新同事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。你认识新工作里的所有人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我已经见过一些同事，他们看起来很友好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在新环境中建立关系很重要。是的，我喜欢结识新朋友，了解他们的角色。当然，这有助于营造一种互相支持的工作氛围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其他人，并感到更加安定。如果您愿意，我们可以组织一次小型午餐来与团队见面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这可是个增进感情的好方法。让我们计划下周吧，我想每个人都会喜欢的。第7课，业务流程。创造和销售产品或服务所涉及的活动非常有趣。当然，这需要大量的规划和协调。我相信营销、财务和运营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我同意，每个领域在整个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是的，这些领域之间的有效沟通也至关重要。如何保证他们之间的合作顺利进行？定期的会议和更新可以让每个人都了解情况并保持一致。好主意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们能如何实现它。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来改善我们的沟通。第8课，公共交通。太棒了！这个地区的公交车多久一班？高峰时段通常每15分钟一班。太方便了，出行方便多了。绝对，不用等很久的公交车，真是太好了。是的，它非常适合在城市里随意旅行。没错，而且这比开车去哪儿都环保。我同意，公共交通确实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。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，利用公交系统探索这座城市。听起来真是一次有趣的冒险，我等不及了。第9课，芝加哥地理。您不觉得芝加哥从其地理位置上受益匪浅吗？当然，这座城市的中心位置使其成为商业和旅游的枢纽。确实如此，这里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十分便利。是的，这不仅方便企业发展，也方便人们通勤。此外，位于密歇根湖畔也增加了它作为港口城市的吸引力。当然，这个湖不仅景色优美，
还能支持航运。地理环境如何影响城市的经济和文化？这很有趣。是的，我喜欢这座城市将自然风光与都市生活完美融合的方式。让我们一起探索芝加哥吧，这里有太多值得参观的地方。第10课，准备冒险。明智之举，你为我们的旅行买了什么？我们准备了水、罐头食品和一些零食来补充能量。听起来太棒了！保持水分充足和能量充足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我还带了一些急救用品，以防万一。好主意，凡事有准备总是好的。是的，我记得上次我们去露营的时候，准备有点不足。没错，这次我要确保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都齐全。它将使冒险变得更加愉快，没有任何烦恼。我等不及了，这将会是一次奇妙的经历。第11课，乐器的选择。您更喜欢萨克斯管，还是小提琴或大提琴之类的弦乐器？我想我更倾向于小提琴，它的声音非常美妙。真是个好选择。小提琴的音乐能传达出丰富的情感。绝对，但我也欣赏大提琴的丰富音色。是的，每种乐器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特色。你以前演奏过这些乐器吗？我尝试过弹吉他，但我一直对萨克斯管很好奇。那一定很有趣。萨克斯在爵士乐中演奏起来很有活力。让我们找一个当地的音乐课程并尝试一下吧。第12课，清晰的规划。我同意，让我们明确一点，并包括具体的日期，以便更加清楚。当然，它能帮助大家保持一致。是的，明确的时间表可以避免误解。没错，我们也应该为重要的截止日期设置提醒。好主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跟踪进度了。它将让我们庆祝一路上取得的小成就。是的，让我们写下我们的目标和相应的日期。听起来很棒，我期待着看到我们的计划进展。我也是，这种结构化的方法将引导我们走向成功。第13课，请求叫醒服务。打扰一下，我可以申请明天早上的叫醒服务吗？当然，你想什么时候打电话？我需要在早上7点起床，所以在那个时间打电话比较合适。知道了，我会帮你设置好的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我不想睡过头。没问题，准时开始新的一天很重要。是的，我接下来的行程很忙，所以我得保持警惕。我明白了，
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是的，我要参加一个会议，然后还有一些约会。第14课，文化差异。日本人以礼貌和守时而闻名。绝对，这些文化特质令人钦佩，也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。是的，观察不同文化对不同行为的优先排序很有意思。当然，你还注意到了什么其他区别吗？我发现许多文化都有独特的打招呼方式。确实如此，这说明世界各地的风俗习惯千差万别。是的，了解这些差异并接受它们真的很有趣。我同意，了解文化差异可以增进我们的互动。让我们继续探索这些主题，它们非常丰富。第15课，安全的重要性。它们在保障每个人的安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不是吗？绝对，安全措施在任何社区都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无论是执法部门还是紧急救援部门，他们都至关重要。没错，知道有系统保护我们，真是让人安心。我认为安全意识和教育同样重要。当然，民众了解的信息越多，社区就越安全。让我们讨论一下如何在我们的社区中提高安全意识。好主意，我们可以组织一些研讨会或社区会议。我很高兴能够集思广益，制定一些可行的计划。第16课，园艺热情。你好，你也喜欢园艺吗？是的，我超爱，它真的非常治愈，而且很有成就感。我同意，观察植物生长确实很奇妙。没错，而且这也是亲近大自然的好方法。您最喜欢种植什么？我喜欢种花，它们给我的花园增添了美丽。太棒了！你最喜欢的花是什么？我非常喜欢向日葵，它们总能让我心情愉悦。向日葵真漂亮，我也喜欢种蔬菜。第17课，价格谈判。我们能否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此商品？我认为我们可以考虑稍微打点折扣。这将使所有参与者都能负担得起。是的，公平谈判总是好的。没错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。我同意，谈价格的时候，保持良好的关系很重要。绝对，一点灵活性对生意大有裨益。让我们向卖家提出我们的建议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好主意，我对这次谈判充满信心。第18课，美国梦。
美国梦对所有的孩子都具有现实意义，并承诺给他们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理念，激励了很多人。绝对，机遇和成功的想法非常吸引人。确实如此，但你觉得不同群体对此有何看法？我认为这是因人而异的，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，而其他人则认为这很有挑战性。确实如此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确实起着重要作用。是的，解决这些差距，让每个人都能实现梦想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我同意。让我们讨论一下如何支持我们的社区实现他们的梦想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携手合作，一定能带来积极的影响。第19课，旅程计划。好的，祝愿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一路晴空万里，天气晴朗。绝对，好天气让旅行更加愉快。对吧？我记得有一次旅行，全程都在下雨，真是太难熬了。哦不，这可真是给计划泼冷水。是的，希望这次天空晴朗。当然，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？我期待着探索山脉，那里的景色令人叹为观止。听起来太棒了，我迫不及待的想拍下这些风景了。我也是，我们一起规划行程，好好享受这次旅行吧。第20课，看不见的代价。你知道，有趣的是，许多艺术家在没有意识到经济影响的情况下，免费赠送他们的歌曲。当然，很多人不明白出版权可能意味着一大笔钱。没错，想象一下，你全身心投入音乐，却发现几乎没有任何收益。这肯定很让人沮丧。他们常常以为自己只是在分享自己的艺术。是的，在很多情况下，他们最终将所有权利都放弃给了出版商。这听起来很危险。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？好吧，他们可以在签署任何合同之前更仔细的协商合同。这很重要。如果他们不确定，也应该寻求法律建议。毫无疑问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了解音乐产业的商业方面。第21课，信念的飞跃。你曾经观察过那些鸟互相飞翔吗？是的，看起来有点吓人，因为我担心它们会发生碰撞。没错，他们竟然如此相信自己的直觉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确实如此，他们必须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。就像生活中的我们一样，对吧？即使看起来很艰巨，我们也会冒险。确实，有时候这些风险会带来美好的结果。就像人际关系一样，有时你必须先跃一下，才能看到自己的落脚点。当然，关键在于对整个过程的信心。彼此之间也是如此，这使得一切变得更加有意义。
第22课，丰富多彩的选择。您是否注意到有些材料就是为了持久耐用而制造的？是的，它们用的是结实的材料制成，质量差别很大。它们也有不同的颜色吗？是的，选择一种符合你风格的颜色真是太有趣了。我喜欢这个，就像通过你的选择来展现你的个性一样。没错，而且选择多了，购物就更愉快了。对，而且这还能让空间或服装更加明亮。当然，一点色彩真的能改变心情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像颜色这样简单的东西，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。第23课，共同解决问题。我不介意帮忙完成任务，但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。你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？涉及加法和减法的问题，有时会很棘手。哦，是的，特别是在预算方面。没错，记录开支确实很有挑战性。如果你没有正确处理，以后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。对，那么您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？我通常将它们分解成更小的部分，以便于管理。这真是个聪明的策略，它能帮你避免不知所措的感觉。第24课，士兵的职责。加入女王步枪队听起来像是一项重大的承诺。是的，这是一支民兵部队，他很快就成为了其中一名士兵。那肯定很激烈，尤其是当被派去镇压铁路时。确实如此，那段时间，士兵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。我只能想象他们感受到的压力。对，他们必须在职责和个人信仰之间取得平衡。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历史常常将个人置于困境之中。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以后的人生。第25课，烹饪探险。我一直在考虑探索不同的美食。听起来真棒，尝尝中国菜怎么样？好主意，这么多口味和菜品可供选择。绝对的，种类丰富，从饺子到酸甜菜肴，应有尽有。我喜欢每道菜讲述其文化背景的故事。是的，而且烹饪技术也很令人着迷。这使得外出就餐本身就成为一种冒险。没错，而且这也是一种了解不同文化的绝佳方式。我迫不及待地想体验这一切。第26课，早晨的喜悦。我早上喜欢吃涂果酱的烤面包和喝一杯咖啡。听起来真棒，你有什么晨间习惯吗？我通常会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新闻。
这真是美好的一天。我喜欢先做一下伸展运动。伸展运动太棒了，它能唤醒你的身心。是的，它为未来的一天奠定了积极的基调。您最喜欢的早餐食品是什么？我喜欢煎饼，尤其是搭配新鲜水果的煎饼。好极了，关键在于找到能让你感到精力充沛的东西。第27课，谨慎起舞。您是否曾想过让大象在雷区中跳舞？这听起来很荒谬，但却令人着迷。这将会是一场壮观的景象，但绝对有风险。是的，这需要仔细的规划和策略，并且非常信任大象的能力。对，这是应对棘手情况的隐喻。没错，有时候你必须得承担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风险，并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同意该计划。即使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下，合作也是关键。第28课，信仰与理解。您是否想过新教与当地统治者之间的关系？是的，有些人支持罗马天主教会，这很有趣。没错，这反映了权力和信仰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。这对当时的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对，它不仅塑造了政治，也塑造了社会结构。此外，它所造成的紧张局势还影响了多年的历史。是的，这些冲突常常导致治理和信仰的改变。这提醒我们，宗教和政治是多么紧密相连。确实如此，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汲取教训。第29课，商业道德。商业和道德之间有什么关系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道德在指导商业实践中至关重要。没错，它们有助于确保交易的公平性和完整性。如果没有道德，企业就会失去信任和信誉。对，顾客更有可能支持有道德的公司。是的，这是为了长期建立牢固的关系。道德也可以推动创新和积极变革。当然，毕竟好名声是无价的。令人着迷的是，这些概念在当今世界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。第30课，地位的力量。有趣的是，成为一名议员可以为你打开很多扇大门，不是吗？绝对是。有人会因为身份地位而被邀请上电视。是的，它就像一枚荣誉徽章，同时也伴随着相应的责任。确实如此，权力竟然能影响公众认知，真是令人着迷。它还可以塑造有关重要问题的叙述。当然，这种可见性既是一种特权，也是一种负担。对，公众人物
必须明智地利用自己的平台。是的，他们有能力激发变革或强化刻板印象。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处理好。第31课，克服消极情绪。我怎样才能克服消极思想？这是一个常见的挑战，积极挑战消极想法很重要。是的，但是我怎样才能用一些积极的东西来取代它们呢？您可以先确定是什么引发了这些想法。很有道理，认识是改变的第一步。没错，然后你可以练习用肯定句来代替它们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积极的肯定能改变你的心态。是的，身边有支持你的人也会有帮助。当然，良好的支持网络可以带来巨大的改变。第32课，成功的活动。您听说过在美国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吗？是啊，这绝对是一次无可争议的成功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国际足联主席甚至宣称这是历史性的。太棒了，这真的凸显了女子体育的蓬勃发展。绝对，粉丝们的热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是的，看到对女运动员如此大力的支持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也为未来的锦标赛树立了先例。没错，这标志着体育平等向前迈进了一步。我希望这种势头在未来几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。第33课，让它发挥作用。最近这是一个挑战，但我正在寻找方法来解决它。听起来很有希望。你们用了什么策略？我一直在对我的任务进行优先排序，并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。这很聪明，把事情分解开来，就能让事情不那么让人不知所措。是的，我也在努力保持积极的心态。这太重要了。你呢？我专注于小胜利来保持我的高昂动力。这方法太棒了，庆祝进步很有帮助。当然，关键在于保持适应能力和坚持不懈。第34课，增强能量。早上锻炼确实能改善我的情绪和新陈代谢。太对了，它还能帮助我白天保持专注。没错，好好锻炼之后，我感觉效率更高了。是的，它为未来的一切奠定了积极的基调。此外，这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。绝对有效。我发现自己精力更充沛，更有动力去应对各种任务。这是一种健康的开始新一天的方式。是的，体育活动对我们的心理健康的影响真是令人惊讶。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加入某种形式的锻炼。第35课，
职业转折。您听说过里克森备受争议的职业生涯吗？是的，当他与美国田径协会斗争时，事情发生了转折。这真是大胆的举动，当然上了头条。绝对，这引发了关于体育公平性的重要问题。他挑战了长期以来被接受的规范。是的，有时争议可以引发必要的变革。没错，运动员坚持自己的信念很重要。当然，他们的行动可以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。我钦佩那些为了原则而敢于冒险的人。